海军大将致敬12生肖，盘点海军中的核心主力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本。随着海贼王1053话更新，最后一名海军大将绿牛也正式登场。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，海军中大将级别的人物都有一个外号，并且是颜色加动物的组合。剧情里，2年前的3名大将分别是赤犬、黄猿、青雉，这3个动物正是对应了日本民间传说桃太郎故事中的狗、猴、鸡3个动物。但在2年后的拼战里，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，出现了新的海军大将和大将候补，动物系列再次拓宽了。虽然尾田在 SBS 里没有明确是否会往12生肖发展，但事实上已经快凑齐这个组合了。我们逐个来看。早在海贼王故事刚开始的时候，就出现过一名长得很像老鼠的海军上校，实力平平无奇，性格异常卑劣，勾结阿龙欺负娜美。后来也是他将草帽一伙通报给海军本部，让路飞成为了悬赏犯，也是整部漫画中唯一一个主动向上级请求悬赏某人的海军。无论从哪个角度，他都算不上是海军主力。真正配得上12生肖鼠之名的海军，应该是海军本部中将五鼠。五鼠初登场时就有许多惊艳表现，一人干掉了巨型海王类。面对女帝的石化，用自残的方式保持清醒，在任何绝境中都能维持冷静与沉着，这是强者必备的能力。后来在顶上战争中还展现了6式中的技巧，体技剑术都相当不俗。虽然不是能力者，但应该是海军中少有的剑术高手。这个生肖比较明确，就是刚刚登场的海军本部大将绿牛花木。本人通过世界征兵得到破格提升，和藤武一样拥有怪物般的实力。虽然果实名称尚未公布，不过目前展示出来的能力已经非常夸张，不仅能够创造出功能各异的花朵，还能通过植物吸收对手的养分，使其失去战斗能力。性格作风处处流露着痞帅的气息。这个生肖也比较明确，与绿牛一起晋升成为大将的藤虎，尾田原本打算将其外号定为紫虎，但因为发音别扭，于是换成了藤虎。自己觉得立马帅气多了，同时听上去更加冷酷，所以藤虎的代表色一直是紫色。中立果实发动的时候也是紫色的光波。海军2年后不仅新增了2名大将，还增加了2名大将候补，其中之一就是桃兔支援，使用名剑金皮罗的美女剑士。由于尚未出手，目前实力未知，但大将候补显然比中将的段位更高，妥妥的海军核心干部，很可能也是通过世界征兵加入海军的新战力。官方设定中，桃兔精通1级技艺，招待桃色客人，以引诱出所有海贼，这个手段很不一般。龙可以算是12生肖中妥妥的 C 位，也是唯一的幻兽位。不过海军中和龙有关的人物却很少。推进成员监狱长麦哲伦凭借一招毒龙勉强擦边，但严格来说他并不是海军。但是目前的革命军首领，世界最凶的罪犯门崎迪龙很符合这个生肖。除了名字以外，他所乘坐的战舰也有非常明显的东方龙装饰。海贼王中与蛇有关的角色不少，最典型的如汉库克3姐妹，但在海军中带有蛇元素的角色却很少。倒是我们的老朋友自然系烟雾果实能力者斯莫格，其招牌技能之一就叫白蛇，变成烟雾在空中飞行时也确实很像一条白蛇。考虑到他是除了大将以外，目前海军中唯一的自然系能力者，也许未来实力还有可能进一步提升。谈到马，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草帽大船团一方队队长白马考文迪许，本人总是骑乘着鞍马法鲁鲁登场。不过在海军中，目前还没有与马元素有关的干部出现，生肖马成为了一个空缺位，也许未来会被海军中有潜力的新人补上。确切来说，海军中并没有拥有羊这个外号的干部，但前海军元帅战国身边总是跟着一头白色山羊，专门负责吃掉战国已经看完的机密文件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战国勉强可以算上羊。倒是 CP9 中的卡利法，其泡泡果实有一招肥皂羊，能将自己完全变成一头浑身泡泡的白羊。这个生肖比较明确，2朝海军大将，我们亲切的皇叔黄猿波鲁萨利诺，正好代表了猴。猴子通常给人聪明精巧的感觉，皇叔虽然表面看起来漫不经心，却是凑热闹的好手，总是冲在吃瓜一线。原海军3大将之一的青雉酷战，代表着雉鸡。青雉脱离海军后，出于某种原因加入了黑屋子的势力，但并不是主要船长之一。庞克哈萨德篇短暂露面，依然保持着最高战力的压迫感，但比以往看起来更加随性了。从他与斯莫格的对话来看，青雉似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，那么他现在在黑屋子海贼团麾下就更加耐人寻味了。原海军3大将，现任海军元帅的赤犬萨卡斯基，正好代表了狗。狗象征着忠诚，赤犬也是海军中的激进派，信奉彻底的正义，不仅对海贼毫不留情，对喜欢搞小动作的 CP 特工也很不客气。这种激进的风格也收获了小迷弟绿牛。有意思的是，在592话的扉页，曾经出现过一副赤犬赤裸上半身修剪盆栽的画面，左臂纹身与合诸国黑道老大暴狼非常相似，右臂则纹着一把小小的利剑。要知道赤犬并不使用剑战斗，为什么要纹这个图案呢？也许他才是海军特殊机密部队 SWORD 的幕后老大。这个组织独立于世界政府之外，其真实目的目前还充满谜团。最后是12生肖的末位，同样是海军大将候补的茶豚佳纪，完美符合。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人物，称呼赤犬为老板，剧场版黄金城中短暂出现过，带着一群小姐姐在打高尔夫，被突然闯入的路飞赛车打断。本人和大将藤虎的关系很好，
在海军中声望一般，但在市民中的人气非常高，喜欢所有美女，单恋桃兔，曾向桃兔告白了100次，全部被拒绝。以上我们粗略盘点的目前海军干部中，对符合12生肖的一些人选，其实还有不少中将级别的角色没有选入。又比如卡普这样传说级别的战力，其实他早期登场时也有不少狗的元素，但跟自选比起来，还是后者更狗一点。目前空缺的龙、蛇、马，随着海军新一代的崛起，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得到填补。整部海贼王漫画与路飞羁绊最深的人物之一科比，就立志成为海军大将，对卡普的关门弟子，2年后实力突飞猛进，对无色霸气更是有着极为宽广的感知范围，已经成为了海军中的超新星。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吧。我是周日本，下期见啦。